是凉的，要是热了，那就不太妙。怎么了？你不是闭关吗？怎么在睡大觉啊？这是我的闭关咸鱼之法，跟你学的。小火苗呢？最近怎么没见着他的影子？郭子被我关起来了，我还在闭关，你便擅闯进来，不怕我走火入魔呀？你就是最大的魔头。不是说是个寒潭吗？水温竟然刚刚好。好久没有这种度假的感觉了。我竟然能出神识了，看来那个丹药果然有奇效。就知道臭美，
回去就插香。怎么过不去啊？那边危险。嗯。还活着，吓死我了！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。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。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趁现在让我杀了他，你才后悔。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这种伤对于修仙的人来说，不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吗？可我看着胸口的伤，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啊。
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伤口很难痊愈。这种弱点您告诉我干嘛呀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这点小伤，又能奈我何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比 king 人设呢？什么是 B King 人设？就是您这样的，老是一边开大一边吐血。看我受伤，你有些紧张。有吗？对了，您怎么给我解毒的呀？你喝了我不少血，又吃了血凝花。那个传说中一片能增长1000年修为的血凝花。哦，可惜都没尝到是什么味道就昏过去了。不过司马教还真是大方啊。你的修为如今已到了化神期，如何？想杀我了吗？不想。还想长修为吗？不想。那想离开我吗？不想。等等，不对，为什么最后一个答案是不想？我已经被吃喝玩乐的生活腐化到这种程度了吗？算了，他是为救我才这么累的，当个抱枕就当抱枕吧。都化神期了还那么弱，随便一拦就被打下来了。那我刚学术法嘛，自然比不过您这个学了500年的学霸呀。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哎，是啊，我现在哄师祖的本领可算是炉火纯青了。那既然修为大涨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水疗 SPA？你为何把水捏成一团敷在脸上？我做面膜呀。我之前修为弱的时候，面膜老容易掉，现在修为增强了，面膜也可以贴在脸上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看来我这点灵力还是只够做美容的。师兄说这个是治跌打损伤的，不一定对症吧，但是用来做个创可贴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趁师祖没醒，再出去玩玩，那我不出白鹿崖总行了吧？500年了，这是我第一回有了片刻的睡意，是因为他吗？
又头疼了，看来真的是很疼。就是因为头太疼了，才会完全不在乎手上的伤。可能相比起来，手上伤口的疼并不算什么。婷妍，看在你侍奉得当的份上，我可以允你一个度假。还是你想要？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。
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啊，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。贪心的人，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。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，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们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。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是我们又是他司马氏的使命。那我应该进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你与司马氏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，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儿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？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。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。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公怎么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？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女要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
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师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？啊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明明结婚应该两厢情愿，是美好的事，现在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司马师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酝养灵山之火。八大宫真是让人恶心，难以想象。当年司马一族竟然被八大宫如此欺凌。这又是哪里？不哭了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两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，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，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，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！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鄂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
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！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？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笑，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
除了下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新月夜就要来了，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。司马娇果然有弱点，此事须得尽快告知公主。且慢，三圣山只进不出，如若我们以死脱生出山传信，难免会引起司马娇怀疑。何况那廖廷彦日日待在中心塔内，我们必须要让廖廷彦离开司马娇，以免破坏新月夜计划。就凭他的修为，还成为不了我们的阻碍。现在是不会，如若他跟随司马娇修炼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一箭双雕，金蝉脱壳。惦记司马娇的大有人在，星之宫不就有一个吗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四时之宫的弟子廖廷彦，很快就要搬入内殿了。前不久才得到师祖青睐，竟这么快与师祖同住，这个女修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要是被他抢了先，咱们星之宫可就……哪能由他肆意妄为？我们走。佘兄，看我用我神乎其神的画技，还原出了你的威风凛凛。哎呀，还生气了呢！你相信我，陆林这个人很看重朋友的。下次见面，我替你跟他求求情，他就会把蛇心还给你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不潜心侍奉师祖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纳凉作画，这是对师祖不敬。不必与他多说，做正事要紧。我没得罪你们吧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行不行啊？少废话，姐姐，快！今日我就来替师祖教训一下你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一个普通的3连根，怎会如此难对付？姐姐，我们这样强行运功是会损耗元气的。事已至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怎么使啊？好疼！成功了，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妹妹，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
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师祖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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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容易日子有些趣味了，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为何杀他？师祖，他拜入40之宫才没多久，且修为甚低，而我是来侍奉您的，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祸害留在您身边呢？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成为师祖的侍妾的，我要得到一个司马家返祖血脉的孩子。一旦凤山一族的血脉有了继承人，我们将困杀师祖，夺取灵火，为庚辰仙府解决一个大患。而我们星之宫就能成为庚辰仙府的主人，而我就能成为下一代公主。那你呢？又是来做什么的？我讨厌云溪月，我是来抢夺他机会的。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这些没长进的套路？返祖血脉1000年都未必能孕育出来一个，我一死，整个庚辰仙府都完了。什么公主，什么卖主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我一起死。明白吗？师祖，我……如此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看来，还得再费些心思，教他如何杀人。停业！师祖，庭燕她这是怎么了？你诈尸啊！你竟然还活着，妹子啊！我是说，你没死啊？我当然没死，我无意冒犯师祖，师祖只是给我个教训，小惩大戒罢了。我一定会谨遵教诲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师祖今日如何？哦，他呀，不行。老板的八卦怎么能随便说？报告师姑，师祖一切都挺好的。
能侍奉师祖是你的荣幸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嗯。那看来这师祖说杀人是故意吓我呢。这么一说，这师祖怎么一点都不像师祖，像个小学鸡一样？那或许这师祖除了脑子不太好之外，也不是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嗜杀的主。他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他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啊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，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清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
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，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，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。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
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 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是师祖啊，你来了呀！你也想起来看书了？啊，自从我一举进入化神期，我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强了。我也开始好奇这修仙世界的构造，又正好无聊，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好看的书。那你都看了什么？我看了，就随便看看啊。 松开！那你能答应我看了不要生气吗？不能。哼！看吧，我就知道你看了要生气。 这只不过是庚辰仙府的那些人杜撰出来的。那师祖，您跟我说说真的呗？这上面说庚辰仙府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方，它周围还有一些外府门派，除了修仙人士居住的地方，还有魔修居住的地方，这都是真的吗？这倒是真的。多年前，魔域之主油盐作乱，司马氏族人剿灭魔修，设下仙魔屏障。 自那以后，魔域之人再也无法使用庚辰仙府的灵气来修炼。你们司马氏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据说那一战打了个天昏地暗，战场变成赤地千里，原本的丘陵高山也变成旷野平原。哦，他上面还说你是师氏雍游道君养大的，说你性格暴躁，不听他劝，他就专门找了位仙者为你压制心魔，说你这慈藏道君的名号就是。 太假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书啊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老板，这书写的太过分了，我都不信呢，我没骗你。师掌门，请你重启封印阵法，日后我必为师掌门马首是瞻。啊，袁公主言重了，师祖如此冥顽不灵，我们的确应该好好规劝她。 走上正道啊！如今天之宫新公主已经上任，看来我们重新封印她之事也不成问题啊。只不过之前袁公主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一旦我们重启这封印的阵法，势必各宫就会有伤亡啊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你提议借廖廷琰的魔域身份寻机封印我，必定正中10千里下怀。 既然那个司马娇如此宠信那个魔域奸细，我们就利用他，把司马娇引入阵内。即便封印不成，只要擒住廖廷琰，日后也能对司马娇有所牵制。前几日花宴，我看他似乎与东阳真人颇有几分师徒之情，也可以利用一番。哎，袁公主，此计甚好啊！好，事不宜迟，我。 立即召集各位公主，在此一事，共同商决。多谢师掌门。
平晏徒儿，许久未见，为师甚是挂念。我师父啊，清谷天内佳节将至，适逢你已随师祖出山，师兄弟们邀你同师祖赴宴共庆。太好了，师祖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不去。那我自己去可以吗？当然。这本就是一场为你准备的宴会。终于来了。师祖怎么没来？看来他是识破了我们的计谋。若是破了，又怎会让他来？这本就是一场为你准备的宴会，为了杀了你，你去，带上这个，一切如常便好。这个妖女破坏了我们的法阵，先把她抓起来。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不是妖女啊！妖女！还不束手就擒！哪里跑？师祖，我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你在替我教训他们吗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死！啊？